早年中国商标规则讲究权责对等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你做箱包，我做餐饮，行业完全无关，根本不存在侵权一说。但在本土律所的专业操作、漏洞炒作之下，规则被彻底改写。如今只要 LV 注册了一个花纹商标，全行业全品类无限通杀。不管你做奶茶、做衣服、做餐饮，只要视觉上沾边就能被天价起诉。最讽刺、最打脸的是啥？最能证明 LV 双标霸权的，恰恰是海外全套败诉判例。同样的花卉纹样，同样的垄断诉求， LV 在欧美、日本、欧盟打官司几乎全盘皆输，没有一次成功垄断基础纹样。法国顶奢驴牌打赢了国货奶茶茉莉奶白，一口气拿下1030万天价赔偿，创下茶饮行业商标侵权最高纪录。按理说LV 是妥妥的赢家，可诡异的是，全网没有一个人同情 LV， 所有舆论齐刷刷站在国货这边。更离谱的还在后边，打赢奶茶店还不够，这驴牌居然又直接把国家知识产权局告上了法庭。一个外国奢侈品牌在中国打赢本土小微企业，转头硬刚中国国家队，这已经不是维权了，这是赤裸裸的文化霸权、规则霸凌。而全网网友顺藤摸瓜扒出的幕后真相，才是真正让人后背发凉、彻底破防的核心。帮 LV 在中国横扫千军，疯狂收割上千家国货小店，把千年中国古文变成外资私有敛财工具，根本不是外国律所，而是一家土生土长、深耕中国33年的顶尖本土律所。连新华社、半月谈、浙江宣传部忍无可忍，直接发文怒批外国品牌拿中国传统纹样赚钱，靠法律漏洞圈占中国文化公产，这绝非简单的商标纠纷，是文化主权的失守。本期视频我把普通人看不到的5层深层逻辑、海外双标判例、司法渗透内幕、年轻人反向消费真相、2审翻盘关键证据，一次性全部讲透，全程高能，句句扎心。看完你就懂 ，LV 赢了官司，却彻底输掉了14亿中国人的民心。他在中国的路彻底走死了。我是白房大招，欢迎来到老祖。先把事件核心事实清晰捋明白。6月29号，苏州中院一审宣判，国货奶茶品牌茉莉奶白因门店包装使用4叶花卉图案，侵犯 LV 7件4叶花图形商标，赔判1030万元。很多人一开始以为茉莉奶白恶意抄袭大牌，活该被罚。可随着全网的深挖大家才发现这件事的荒诞本质。LV 用来维权垄断收割核心的图案，根本就不是 LV 原创，是咱们中国流传上千年的宝相花。从唐代敦煌壁画、唐代织锦到明代园林雕花、古代建筑窗棂，再到正仓院珍藏的唐代国宝琵琶，4叶对称宝相花纹是妥妥的华夏公共文化遗产，属于全体中国人，不属于任何品牌、任何资本。LV 只是把中国千年古文稍微调整线条，加上字母组合，抢先注册成商标，转头就拿着源自中国的文化疯狂收割中国企业。更让人愤怒的是 LV 的收割尺度简直就是斩尽杀绝，丧尽天良。被他起诉索赔的全是底层国货小商家，人均20-30的鸭血粉丝店、平价简餐吧、汉服布料厂、小众文创小店，甚至还有已经亏损200多万濒临倒闭的餐饮店。这店家都快关门破产， LV 的代理团队依旧上门取证，截图网上评价，固定证据，张口就是200万起步的索赔，宁可错杀1000，绝不放过一个，吃相难看至极。驴牌从来没开过茶饮店、餐饮店、服饰小店，却恶意注册了餐饮、住宿、纽扣、布料等几十个全品类商标。他的目的从不是保护自有产品，而是锁死中国国货的设计空间，用法律手段完成文化圈地，让本土品牌无路可走。这里就不得不揭露最魔幻、最双标的法律乱象——跨类无限保护。早年中国商标规则讲究权责对等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你做箱包，我做餐饮，行业完全无关，根本不存在侵权一说。但在本土律所的专业操作、漏洞炒作之下，规则被彻底改写。如今只要 LV 注册了一个花纹商标，全行业全品类无限通杀。不管你做奶茶、做衣服、做餐饮，只要视觉上沾边就能被天价起诉。这也是茉莉奶白一审惨败的核心原因。
不是他刻意抄袭大法，是这套被人为放大的外资特权规则本身就极度不公平。全网网友彻底怒了，直接开启全民硬核反杀。大家纷纷翻出唐代文物、宋代典籍、明代古建，甚至拍下农村自建房窗户、老式通风口、传统垃圾桶纹样，全都是同款四叶宝相花。网友的态度直白又霸气，这花开在中国几千年，要说侵权，全中国都侵权。有本事你把整个华夏文明都告。最讽刺、最打脸的是啥？最能证明 LV 双标霸权的，恰恰是海外全套败诉判例。同样的花卉纹样，同样的垄断诉求， LV 在欧美、日本、欧盟打官司，几乎全盘皆输，没有一次成功垄断基础纹样。欧盟法院明确规定，基础几何花卉纹样属于通用装饰元素，不具备品牌独占性，禁止任何企业垄断公共视觉资源。日本法院直接驳回 LV 诉讼，明确相关纹样源自日本传统家纹，属于全民公共资源，外资无权独占。美国、意大利法院统一口径，基础风格纹样、传统装饰图案不仅支持商标垄断保护，全世界司法体系都默认传统纹样是公共文化资产。唯独在中国 ，LV 这套霸权打法屡试不爽，一抓一个准。问题到底出在哪？答案就是全网最不敢深挖、最细思极恐的幕后推手——本土顶尖律所。这家拥有33年资历、全球65家分所的中国本土权威律所，知识产权领域堪称行业顶尖，专业能力毋庸置疑。但最让人寒心的是，能力越大，立场越歪。数十年以来，他专门为境外奢侈品牌、外资企业布局在华知识产权壁垒，手把手教外资如何利用中国商标法漏洞，抢占中国传统纹样，圈占中国文化工厂。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我国商标法对传统公有纹样存在保护空白，制度漏洞明显，本该由法律精英推动修法补漏，守护祖宗文脉。可他们偏偏反其道行之，把漏洞做成了收割国货、服务外资的暴利生意。最可怕的是业内曝光的深层内幕：境外资本长期定向资助国内法学院，学术课题、奖学金体系从学术研究、人才培养到司法游说，完成了全方位深度渗透。这也是为什么部分地区法院对 LV 同类案件判决尺度极其宽松，对外资无限包容，对本土微小企业极度严苛。这根本不是简单的商标官司，是长期的规则渗透、学术绑架、司法偏向结出的恶果。也正因如此，新华社半月谈直接重磅发文亮剑，字字千钧，直击要害。外国品牌取用中国传统工艺、中国传统纹样，却反向收割中国企业，这是钻制度空白的文化掠夺。官司可以输，但文化主权不能再让。浙江宣传同步发声，呼吁立刻搭建法律屏障，守住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公共文化瑰宝，绝不能让国货持续吃哑巴亏。说到这儿，很多人会疑惑，既然 LV 靠着规则漏洞肆意收割，是不是国货完全没有翻盘的机会？大错特错，中国法院早就有硬核打脸 LV 的经典胜诉判例。此前 LV 起诉杭州一家文创品牌纹样侵权，故技重施，索要高额赔偿。没想到国货品牌当庭硬核举证，搬出敦煌壁画、唐代织锦、正仓院文物、宋代营造法式全套史料铁证，直接证明四叶宝相花是华夏千年公共纹样，绝非LV 独创。杭州法院判决逻辑清晰，全网点赞，直接全盘驳回 LV 诉讼请求。法院明确界定核心法理，LV 仅能保护自身专属字母、花卉的组合设计，无权垄断中国千年传统基础纹样。被告使用传统纹样，无刻意混淆，无完整抄袭，不构成侵权。不止大陆，咱们台湾省智慧财产法院对同类案件的判决逻辑和杭州法院、欧美法院完全一致。流传100年以上的传统纹饰自动进入中华民族公共文化领域，任何外资品牌都无权独占，无权禁止国货使用。这就彻底证明，一审1030万判决不是法理定论，只是单一漏洞型判例。茉莉奶白2审完全具备翻盘的硬核条件。更值得深思的是，LV 如今疯狂诉讼，四处收割的底层逻辑，藏着奢侈品行业末日收割的终极真相。当下年轻人的消费观早已彻底颠覆，传统奢侈品攀比时代彻底终结，反向攀比全面崛起。过去是怎么攀比的？我买了 LV 花了5000，别人呢？我买了 GUCCI
花了2万。大家都是比谁贵，比谁更奢侈，比谁舍得为大牌溢价买单。现在的反向攀比是什么？我买了双200的鞋，结果对方那哥们儿直接说：“你这同款我只要98就能买下。”谁花高价交智商税，谁才是冤大头。如今的顶楼从来不是大牌 logo， 而是务实、平价、国风、原创。年轻人不再崇拜西式浮华，不再为虚无的品牌溢价买单。LV 赖以生存的高端滤镜早已彻底稀碎。LVMH 集团大中华业绩持续下滑，门店客流锐减，涨价也留不住消费者，卖货挣不到钱。LV 就算换赛道赚钱，靠打官司收割国货，做稳赚不赔的法律生意。他看透了奢侈品大势已去，所以抓紧最后的窗口期，疯狂批量起诉，索赔敛财，这就是妥妥的末日最后的疯狂收割。很多人抬杠，法律就是法律 ，LV 注册的商标维权合法，没必要上纲上线。请大家记住一句最通透、最核心的话：单场官司的输赢是技术问题，传统文化被外资合法侵占，代代收割是底线问题。我们从来不反对真正的反仿冒维权。如果国货全盘照搬 LV 专属组合 logo， 刻意仿冒骗消费者，全网绝对支持严惩。但我们坚决反对拿中国千年公有纹样改良笔就占为私有，靠着规则漏洞买办助力，锁死国货设计，收割本土企业，践踏华夏文明。好在明星从不会骗人。这场官司 LV 赢了法庭，却彻底输掉了全网人心。茉莉奶白官宣坚决上诉到底，誓死为国产茶饮、国风纹样证明。线下门店全网爆单，全国消费者用脚投票，硬核支持国货。反观 LV， 全网账号全面沦陷，口碑崩塌，路人缘尽毁，连带代言人都被网友集体抵制。西式奢侈品的100年高端神话，在华夏5000年文脉跟当代国人的文化自信面前，彻底摇摇欲坠。央媒集体发声，司法判例已经有翻盘先例，全民审美全面觉醒，反向消费成为主流。这4大信号已经明确告诉所有人，属于西方奢侈品的收割时代彻底结束。老祖宗流传1000年的宝相花、敦煌纹样、中式美学，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公共瑰宝，绝不可能永远被外资垄断、被漏洞收割、被买办利用。茉莉奶白的2审早已不是一家奶茶店的胜负，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工厂对上了外资商标霸权的终极博弈，是国货突围、文脉自保、规则补漏的关键一战。未来2-3年，国潮必然全面取代西式奢品。真正的顶级高级，从来不是流水线的大牌印花，而是沉淀5000年、包容万象的华夏东方美学。你觉得茉莉奶白2审能不能成功翻盘？我们的1000年宝相花能不能彻底摆脱外资垄断枷锁？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持续跟进2审庭审细节，带你看懂这场改写行业格局的文化保卫战。我是白放大招，点赞关注，下期再见。